苏总，别怪老哥哥们今天不讲情面，这活儿干不了。彪叔，你干什么？明天早上6点就要大规模进场剪彩了，你现在带头闹事？闹事儿？我这是教苏总怎么做工程。苏青岩，你爸当年在的时候也得拿好酒好肉供着我们几个，你一个刚回国的黄毛丫懂个屁的工地。明天300号泥瓦工水电工进场，几千平米的厂子，没我们几个大户镇着，他们连一块砖该往哪儿砌都不知道。所以呢？所以规矩得变。第一，明天开工前工程款先给我们结 80%。第二，以后工地上的沙子、水泥、轻钢、炉骨全得用我们指定的供应商，进不进厂老子们说了算。80%？还得用你们的供应商？你们这是要掏空公司底子，明目张胆的吃回扣，你们疯了吗？闭嘴！老子就是疯了。苏青岩，你听好了，星耀大酒店的合同可是签了死60天工期，晚1天违约金50万。明天你要是开不了工，星耀的王总能立刻让你这鼎恒建工破产滚单。你今天晚上不把字签了，明天咱们300个工人一个都不会出现在工地上。不答应，明天一早面临的就是天价违约金和全行业的封杀。李晓眼色和服软。彪叔，你们在鼎恒干了15年，确实知道怎么捏人的七寸。可惜，你们算错了一件事。你们以为我这1个月天天泡在办公室，是在看那些没用的图纸。这场翻新，我等的就是你们撂挑子。你什么意思？意思是赵彪、刘四、孙大强、王铁，你们4个带着你们的江湖规矩，今晚立刻给我滚出鼎恒！这个月的工钱加上1个月的遣散费，一分不少，门禁卡留下。明天星耀大酒店的工地，你们敢踏进半步，我立刻报警抓人！你敢开除我们？你疯了！没有我们，你明天拿什么开工？你拿嘴去砌墙吗？那就是我的事了。好，苏青岩，你有种！老子倒要看看，明天早上6点，你一个人怎么把那几百号人的活干出来？到时候你就算跪在地上磕头求老子回来，老子也要扒你一层皮！哼，兄弟们，走！明天早上咱们就在工地对面喝早茶，看他怎么嘎！苏总，全完了，他们把能看懂图纸的工头全带走了，咱们现在去哪里找人啊？谁说我要找包工头了？小雅，通知城南的远大重工，库房里那批压了1个月的货，连夜装车。可是没人会砌砖，没人会排管线啊！从明天起，鼎恒的工地不需要砌砖，也不需要和水泥。我爸当年说工程要靠人情世故，但他错了，工程只能靠绝对的标准。去联系职教中心，把我们上个月暗中签下的那200个应届毕业生拉，告诉他们明天带好电动扳手。既然他们想看戏，明天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彪哥，这都5点半了，鼎恒建工那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看来苏青岩那丫头是真的认命了。他不认命能咋办？300号泥瓦工的活，全云州市除了咱们几个，谁能在半夜给他变出人来？就算他现在去桥头劳务市场拉散工，这会儿连50个人都凑不够。慌啥？咱们就在这坐着看戏。6点一到，星耀大酒店的孙总就要来现场剪彩。到时候一看工地空空荡荡，苏青岩就得吃不了兜着走，50万违约金扣下来，鼎钢亭得断裂，就不是80%了，最少得让他掏双倍的价钱。那是他活该，不懂规矩的黄毛丫头。老子今天就教教他什么叫江湖。苏总，这都几点了？工人呢？设备那子水泥呢？你昨天拍着胸脯跟我保证今天早上6点准时大进场，人呢？孙总，别急，还有10分钟。我能不急吗？10分钟你能变出300个人来？苏青岩，你们鼎恒要是接不住这个坛子就直说，别拿我们星耀的开鲜时间开玩笑。今天要是开不了工，50万违约金1分都不能少。来了。
这啥情况？这些生瓜蛋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看着像刚毕业的学生啊，连个老师傅都没有，他们会干工地？装神弄鬼，走过去看看，我倒要看看他苏青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哟，苏总，挺热闹啊！这是从哪个技校拉来的临时演员？衣服挺干净啊，怎么着？没有沙子水泥，打算让这些娃娃用嘴啃墙皮啊？各小组注意 ，A 组负责1楼大堂 ，B 组负责2到4楼客房，不和泥，不潮平，规矩只有一条，图纸上怎么标，你们就怎么拼。遇到偏差，不准凭感觉硬凑，立刻上报中控系统。听明白了吗？明白。苏总，这连一粒沙子都没有，你到底打算怎么装修？孙总，以前那种满地泥水、乌烟瘴气的传统装修我不干了。从今天起，鼎恒用新规矩办老差事，这叫 BM 系统加上模败化施工。什么话？简单来说，就是搭积木。酒店所有的隔断墙板、管落派铺，甚至整个卫生间，我都已经在电脑里建好了3维模型。这些东西全是在无尘工厂里按毫米级尺寸切好、装配好的预制件。现场不需要泥瓦匠，只需要组装工。进场。A 区01号承重辅墙，激光定位完毕，地轨铺设完成，上板子。上电动扳手，打隐形膨胀书。这他妈也行？好，太好了，苏总，你这招绝了！这速度，别说60天，40天我看都能干完。糊弄鬼呢！苏青岩，你这是草菅人命！这种拼装的薄皮壳子能结实吗？里面连根钢筋都没有，这叫偷工减料。监理一查，消防一验，全得给你拆了重做。孙总，你可别被他骗了，这种玩具一样的东西根本住不了人。睁开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的最高级别质检报告，这叫新型轻钢塑橡复合板，隔音效果比你砌的红砖墙高出30个分贝，承重抗震全达标。看到这个没有？每一块板子扫进去，哪条生产出来的，用的什么批次的料，今天是谁拧的螺丝，全在系统里记着。现在一切靠数据说话，账清楚，责任更清楚。彪哥，你今天在现场也看见了，那帮小崽子手里拿个破平板，跟搭积木似的，一天硬是干出了咱们半个月的活。这要让他们干下去，以后云州哪还有咱们兄弟混的饭吃？唉，是啊，彪哥，今天下午城南那个楼盘的张总给我打电话，说咱们的报价太高，人家要去打听打听鼎恒那种拼装板子的造价。这苏青岩是在砸咱们的饭碗啊！哼，他苏青岩不是牛吗？不是靠机器吗？机器吃什么？吃电，没有电。他那些升降漆、电动翻手，全是一堆废铁。彪哥，你的意思是星耀大酒店的地下室配电坊，我熟得很。当年大楼封顶的时候，那里的建管还是我带人排的。只要今晚把主电缆给他建了，再把他那几台核心的液压升静器的油管给放了，明天一早我看他拿什么拼。搞定。走，明天早上咱们再来雪中送炭。这次不拿走鼎恒1半的利润，老子就不姓赵。吴哥，不好了，全场没电，主电缆被人从根部剪断了，备用电源呢？备用电源也带不动啊！而且 A 区那3台负责吊装整体卫浴的液压升静器油管全被扎漏了，现在设备瘫痪，几百斤的预制件根本抬不上去。哟，这是怎么了？怎么都不动弹了？吴浩啊，我就说这些年轻娃娃靠不住吧，机器一坏全抓瞎。怎么样，要不要彪叔帮忙啊？只要苏总点个头，我外面的老兄弟立刻进来，靠肩膀也给你们扛上去。彪叔，这电缆和机器是不是你干的？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干的？工地监控昨天还没接通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赶紧给苏青岩打电话，告诉他今天这活除了我赵彪，神仙来了也救不了场。是吗？
苏总，设备被毁了，这可怎么办？赵彪，我昨天就说过，你的江湖规矩在我这里行不通。看来你没把我的话听进去。苏清言，你少在这装腔就坏了。今天你这工期要是延误了，孙忠能撕了你的皮。我把材料采购权交给我，预付款翻倍，我立刻叫人进来干活。你哪里来的监控？昨天外网根本没接通。我引进的 BM 系统不仅管图纸，还连着智慧工地模块，每一个关键设备上都安装了自带独立电源和 5G 信号的微型球击探头。赵彪，时代变了，你那套剪电线的把戏太老了，破坏工程核心设备，涉案金额巨大，加上蓄意破坏生产经营罪。赵彪，这段视频要是交到警察局，你这下半辈子恐怕要在里面踩缝纫机了。苏总，别急，好戏还没完。小吴，去开后门。你以为剪断一根电缆就能卡住我的脖子？做工程讲究的是风控，从我决定不用你们的那一刻起，我就准备了3套备用方案，电力、设备、配件我全有备费。接通备用电源，启动微型起重机，继续按照图纸编号拼装卫浴模块。今天谁也拦不住鼎恒的进度。不仅输了今天，而且彻底输掉了在这个行业里立足的最后底牌。这段视频我先留着，我不报警不是因为我念旧情，而是因为我不希望警察来查案耽误我的工期。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视线，以后在这云州城打鼎恒的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这几年的牢饭你吃定了。苏总，这简直是奇迹啊！没有甲醛味，没有一点瑕疵，这质量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传统施工都要好。孙总，所有板材出厂即成品，现场零排放、零污染，这不仅是速度，更是标准。咱们的人海战术在苏清言的模块化面前又笨又贵，现在开发商都去找鼎恒，咱们手里的活越来越少了。彪哥，再这么下去，兄弟们连饭都吃不上了。怕什么？他苏清言能干，咱们就不能干？我给他报了个底价，比鼎恒便宜30%，张总当场就签了。可是彪哥，时代广场用的是新型复合材料，图纸复杂的很，咱们手底下那些老泥瓦匠看不懂那些弯弯绕绕的彪哥受力图啊！放屁！什么狗屁新型材料？不就是几块板子几根钢管吗？图纸看不懂就凭感觉干，差不多就行了。一场灾难就此埋下伏笔。张总，您放心，我看过图纸了，没什么难的，1个月，保证给您弄得漂漂亮亮的。刘四，把那些承重用的国标轻钢颅骨全给我换成飞标的薄皮管，外面糊上石膏板，谁也看不出来。图纸上说要留伸缩缝，留个屁！直接拿红砖给我砌死，省时省力。张总，您看这墙面刮得个多平整，这吊顶多结实，比那个什么鼎恒建工拼的积木强多了吧？老赵啊，还是你们这些老把式靠谱，价格实惠，进度也不慢。怎么回事？没事，可能是热胀冷缩，石膏板裂了点缝，正常。赵彪，你他妈就是这么给我干活的？偷工减料，违规施工，你这是要我的命！张总，您听我解释，这材料有问题，不是我的错啊！放屁！图纸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承重结构，你全给我换了劣质管，墙也乱砸！停工，立刻停工！报警，通知法务部，马上起诉赵彪的劳务公司！500万的工程款，你1分钱也别想拿！另外，准备好1000万的赔偿金吧，赔不起，你就准备进去蹲一辈子！完了，全完了！我自以为是的江湖经验，在现代建筑的精密图纸面前，不仅是个笑话，更是催命的毒药。现在整个云州
只有一个人能救我，那就是苏青言。干什么的？浑身是泥，不许进！兄弟，通融一下，我找你们苏总，我是他以前的老府下，我有10万火急的事求他。苏总让你上去，顶层总裁办，注意点，别把地毯踩太脏了。时代广场的事情，苏总，承重墙开裂，异形吊顶整体脱落。赵彪，你胆子真大，连新型副材料力学结构都没搞懂，就敢强行砸墙。苏总，小雪，看在你死去的父亲面子上，你救救彪叔吧！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鬼迷心窍，不该在开工前夜逼你，更不该去抢时代广场的活。郑龙告我要我赔1000万，我哪有那么多钱啊？苏总，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你接下的时代广场的盘子吧，以后只要给口饭吃，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求求你收编我们吧！收编你们？赵彪，我问你，如果今天这块吊顶砸下来的时候，商场已经开业了，下面站着几百个顾客，你拿什么赔？他的命赔吗？你口口声声说你干了20年工程，我只是想省点成本。你那不叫省成本，你那叫谋财害命。当年我爸病重，公司资金链断裂，连工资都发不出，是我爸变卖了家里老柴压劳次，硬是东拼西凑把你们的工钱结清了，没让你们手底下的兄弟饿着肚子过年。可你们呢？你们觉得鼎世恒离不开你们，觉得我一个女流之辈好欺负，甚至在星耀工业酒店开工前夜拿几百号人的回扣和50万的违约金来要挟我。那一晚，你剪断的不只是工地的电缆，更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一点情分。苏总，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逼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没有逼死你，是你自己的贪婪逼死了你自己。就在你来之前的半小时，时代广场的张总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鼎恒建工会全面接手时代广场的灾后重建和后续翻新工作。那我的违约金？张总对你的起诉程序照标，你该赔多少，该进去蹲几年，法律说了算，我不会替你求情半句。鼎恒建工现在要的是懂规矩、守标准、能看懂数据模型的产业工人，不是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来要守规矩的江湖混混。带着你的侥幸心理，滚出鼎恒，以后云州的建筑圈没有你的位置了。我不是输给了他这个黄毛丫头，我是输给了这个时代。那个靠着兄弟义气几杯大酒吃拿卡药就能在工地上呼风唤雨旧时代，已经被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彻底碾碎了。旧时代的丧钟在今晚的暴雨中为我敲响了。苏总，时代广场那个烂摊子结构已经被赵标破坏得很严重了，咱们接手的话风险会不会太大了？小雅，星耀大酒店和时代广场只是我们在云州立足的第一步，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干掉几个不守规矩的包工头。赵标倒了，但他背后的那些长期垄断云州建材市场以次充好的传统材料供应商才是真正的毒瘤。明天通知各部门开会，时代广场的项目我要全面使用最新的3D 打印建筑技术和全息投影施工，我要借这个项目彻底打垮云州传统的建材垄断联盟。苏总，出事了，咱们的基建辅料被彻底断供了。慢慢说，什么辅料断了？所有的基础资料，虽然咱们主体用的是模块化预件和最新的3D 打印技术，但前期的地基找平以及3D 打印所需的特种混合砂浆，多少还是需要用到本地的河沙、碎石和高标号水泥。今天早上，原本订好送货的3家供应商全部临时毁约，我托人去市面云石扫化的小道沙市场，没有一家敢卖给咱们1粒沙子。怎么会这样？咱们开的可是现款现结的条件，他们有钱都不赚。不是不赚，是不敢赚。我刚打听清楚了，是云州建材商会下达了封杀令。商会会长钱金海发了话，谁要是敢给鼎恒建工工艺车料，以后就别想在云州建材圈混了。钱金海在云州建筑界流传着一句话：铁打的钱金海，流水的施工队。钱金海垄断了云州70%的地材，赵标那些人全靠他输送利益，高价劣质材料配上不守规矩的包工头，这是一个庞大而腐朽的利益体。而我的模块化施工直接切断了钱金海的财路。苏总，钱金海这是在给赵帮报仇，也是在敲打咱们啊！时代广场的工期本来就紧，如果基础塑料进不来，咱们那些高科技设备就是一堆废铁啊！鸿门宴，苏总，咱们不能去。钱金海那种老狐狸肯定布好了陷阱等咱们钻。去？为什么不去？人家既然把脖子伸过来了，
我不去砍一刀，岂不是显得鼎恒很不礼貌？钱会长，您这招釜底抽薪真是绝了！我听说今天鼎恒的工地连一车沙子都没进去，那几百号年轻娃娃全在工地上大眼瞪眼呢。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黄花丫头，仗着从国外学了点什么狗屁模块话，就想掀翻咱们云州的桌子，做梦！赵彪那个废物，干了20年还能被一个小丫头片子给整进去，真是丢尽了咱们老一辈的脸。不过这苏青言确实有点手段，星耀酒店那一仗他把名声打出去。如果这次时代广场再让他用那些拼装玩具搞成，以后这云州城哪还有咱们卖沙子水泥的份儿？所以还得是钱会长基础料，我看拿什么拼啊？他就算有通天的本事，难道还能凭空变出沙子来？等他今天晚上来求我的时候，我要鼎恒建工时代广场项目50%的利润，外加以后鼎恒所有项目必须指定用我们商会的料，价格上浮30%。哎呦，苏总来了，快坐快坐。苏总现在可是咱们云州建筑圈的大红人啊，请你吃顿饭可真不容易。钱会长客气了，我工地忙，没时间应酬，咱们长话短说。今天鼎恒的辅料进不了厂，是各位的手笔吧？苏总这话说的，咱们打开门做生意，讲究个你情我愿。最近环保查的严，砂石水泥产能受限，咱们手里的料也不多，当然得优先供应给那些懂规矩的老客户。苏总，明人不说暗话，你把赵彪送进去了，断了大家的一条财路。但咱们是生意人，和气生财。只要你把这份合同签了，我保证明天一早你要多少料，我给你送多少料。价格上浮需30%，市面上的砂石根本没有涨价，你们这是恶意垄断。哼，小丫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时代广场的工期可是卡得死死的，延误1天的违约金，你比我清楚。涨30%，买个平安，这笔账很划算。钱会长，你是不是觉得掐断了云州的砂石水泥，我就盖不起楼了？你信不信？从明天开始，我不光不需要你们一粒沙子，我还能让你们手里囤的那些高价料全部变成一文不值的垃圾。陆青言，你少在这跟我唱空城计，盖楼不用沙子水泥，你当是用3D 打印机打塑料玩具呢？今天你要是不签这个字，我让你在云州寸步难行。巧了，我用的还真就是 3D 打印。你这是什么意思？钱会长，你是不是忘了？天远矿业的崴梁，只要经过我的特种和砂机技术，就能直接打印成建筑模块。以后云州不需要砂石水泥，只需要我的打印数据。意思就是，钱会长，你的沙子留着自己盖坟。我已经和天远矿业达成了独家战略合作，他们堆积如山的工业废渣和崴量，经过鼎恒引进的最新高分子活化技术处理，将全部转为高强度的建筑3D 打印油墨。这种新型材料强度是传统水泥的5倍，防水防火。最重要的是，成本只有你们垄断价格的1/3。明天上午10点，时代广场，我会让全云州的人看看什么叫不需要一粒沙子的工业级3D 打印。钱会长，旧时代结束了，你们的垄断到此为止。时代广场的3D 打印奇迹像飓风席卷了整个华南建筑圈，鼎恒建工彻底火了，上亿资本都挥舞着支票本想要合作，而钱进华因为囤积的高价料无法出手，资金链断裂。云州建材商会名存实亡。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苏总，最近这3天，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股神秘的资金，在疯狂收购云州周边那些濒临破产的传统建材厂和小型劳务公司，而且我查到他们收购的价格极低，几乎是白菜价。更奇怪的是，他们把这些散件收购之后，迅速整合在了一起，成立了一家名为晴天建工的新公司。苏总，外面有位自称是天晴资本投资总监的莫寒先生，说要见你。他带了好多人。请他去1号会议室。苏总，久仰大名，百闻不如一见，比传闻中还要年轻漂亮。莫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苏总是个爽快人，那我也就不兜圈子了。天晴资本对鼎恒建工最近在时代广场展示的3D 打印建筑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打算全资收购鼎恒建工，
包括你们手里的全部技术专利和天远矿业的独家合作协议。全资收购？莫总，您这是在开玩笑吗？鼎恒现在可是云州最具潜力的。5个亿，5个亿，确实是足以让云州任何一家公司发疯的天价。苏总，5个亿足够你买下半个云州的豪宅，舒舒服服的过完下半辈子。你父亲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是时候套现离场了。莫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不仅想收购鼎恒，还想把这项技术雪藏起来吧？天晴资本在华南地区控股了10几家大型传统水泥厂和钢材厂。我的废渣3D 打物技术如果全面推广，你们的那些传统产业就会变成一堆废铁。你们花5个亿买下鼎恒，不是为了发展新技术，而是为了把这个能颠覆你们垄断帝国的火苗彻底掐死在摇篮里。莫总，回去转告你们董事长，鼎恒建工不是待宰的羔羊，我的技术更不会成为你们资本财阀维持垄断的牺牲品。这5个亿，你留着像大理石那些快要倒闭的水泥体吧。苏总，年轻人有骨气是好事，但在绝对的资本面前，骨气一文不值。你以为你打垮了一个钱大海，就能在云州横着走了？我告诉你，我刚刚成立的擎天建工已经整合了云州所有的传统劳务和剩余的建材资源。下个月，云州市政府那个造价30亿的未来科技城地标项目就要公开招标了。我会让你亲眼看到，在资本的绞杀下，你的那些高科技玩具连进场的资格都没有。苏青言，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走着瞧。苏总，天晴资本这是要跟咱们死磕到底啊！30亿的未来科技城项目，如果被他们抢走，咱们在云州好不容易打下的局面，可能又要被他们用资本的力量压回去了。小雅，资本的本质是逐利，他们以为用钱就能砸死所有的创新，但他们忘了，这是个技术为王的时代。30亿的未来科技城，不仅是云州的地标，更是我向整个华南证明全生命周期数字建造的最佳舞台。通知研发部，立刻启动盘古计划。我要在招标会上让天盈资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30亿，这个数字一经云州市政府公布，整个华南地区的建筑圈都沸腾了。未来科技城不仅是云州的发展核心，更是一座集成了超算中心的超级地标。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媒体却突然掀起了一场针对鼎恒建工的舆论风暴。苏总，这绝对是天晴资本在背后搞鬼。他们不仅买通了水军，在网上疯狂的好好抹黑咱们的3D 打印技术，还给几家合作的银行施压，导致咱们原本批下5000万周转资金被临时冻结了。还不止这些，我听说莫寒这几天天天在天阙会所宴请这次招标会的评审组专家，他们打着探讨传统建筑稳定性的旗号，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利益系送。现在业内都在传，这次未来科技城的标天鹰建工已经是内定了，咱们鼎恒去了也就是个陪跑的笑话。慌什么？资本的惯用手段罢了。打不过你的技术，就用钱砸死你的名声，断掉你的资金链。莫寒以为把水搅浑了，他那艘破船就能浑水摸鱼了。可是苏总，这次是30亿的超级工程啊！政府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和稳妥。天晴资本现在把咱们描绘成一个激进的不顾后果的疯子，评团那帮老古董肯定会被他们影响的。老古董看重稳妥，那我们就给他们看绝对的稳妥。苏总，这是什么？这就是我应对天晴资本的底牌——盘古计划。传统建筑的痛点不仅仅在于施工慢，更在于设计与现场的脱节。天晴资本以为我的底牌只是3D 打印机，他们错了。盘古计划微星级复杂的核心是 AI 建筑大脑，可以在10分钟内对几十万平米的复杂地形进行毫米级的3维扫描，扫描数据会实时传输回这台超算大脑。AI 会根据地形、风向、地质情况，在5分钟内自动生成最优的制建筑结构模型，并直接转化为3D 打印机器人的和偷井代码。莫寒不是说我的技术存在安全隐患吗？那我就在招标会上让他看看什么是误差率为0的绝对安全。3天后，云州市国际会展中心首次超级工程会正式拉开帷幕。莫总，请问天晴建工对这次拿下30亿大标有多大把握？莫总，外界传言你们将采用最传统、最稳妥的战术模式来建设科技城，这是为了针对鼎恒建工的3D 打印技术吗？天行资本做事向来只求稳妥，超级工程不是某些公司的试验田，
我们拥有全省最顶尖的施工团队，拿下这个标，我们势在必得。苏总，几天不见，看起来憔悴了不少啊。怎么，银行断贷的滋味不好受吧？莫总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吧，别一会儿在台上输得太难看。输？苏青言，你还不明白吗？评审团的7个核心专家，有4个是我们天晴的顾问，你拿什么跟我赢？拿你那些随时会塌的废劳玩具吗？是吗，莫总？时代变了，今天我会亲手埋葬你的资本帝国。下面有请天晴建工代表莫寒先生进行方案陈述。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未来科技城是100年大计。天晴建工给出的方案核心只有2个字：稳妥。我们将调集全省最精锐的3万名建筑工人，采用最成熟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我们拥有自己控股的7家大型水泥厂和钢材厂，能保证材料的绝对供应和质量。我们承诺用人海战术实行3班倒，在保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3年内完成科技城的主体交付。虽然传统，但胜在可靠。是啊，30亿的工程容不得半点闪失。3万人的大会战，这才是超级工程该有的气魄。接下来有请鼎恒建工代表苏青妍女士进行方案陈述。各位领导、专家，刚刚莫总描绘了一幅很壮观的画面，3万名工人，3年的时间，无数的钢筋水泥，但在我看来，那不叫气魄，那叫原始社会的落后才能。狂妄！苏青言，这是严肃的招标会，不是你大放厥词的地方。苏总，年轻人有创新精神是好事，但建筑工程是实打实的科学，贬低传统工艺并不能证明你的技术就安全。您说的对，工程是科学，科学就不应该依赖人海战术的误差，更不应该用3年时间去浪费城市的效率。鼎恒建工的方案不需要3万人，也不需要3年，我只需要300名工程师和10个月的时间。荒谬！各位领导，你们听听，10个月，他以为是搭积木吗？这种不负责任的吹嘘，简直是对这次招标的侮辱！我建议立刻取消他的项标资格。怎么回事？停电了！各位，这才是未来的建筑方式。天哪，这是什么全息投影技术？这是鼎恒建工的盘古 AI 建筑大脑。我们在3天前已经用蜂群无人机完成了对科技城选址的毫米级地质测绘。AI 系统已经根据地质数据自动避开了3处暗河和3处软土层，并生成了最优的力学框架，误差率是0。这种异形承重结构，人工根本无法浇筑，你们怎么施工？人工做不到，但机器可以。我们不使用传统水泥，我们使用的新型合化牛气，强度是 C60 级别的 1.5 倍，固化时间只需2小时，全天候24小时自动化作业，不受天气影响。莫总，你的3万人需要吃饭睡觉，会有情绪，会看错图纸，会偷工减料，但我的300名工程师操控的机器人不会。这就是为什么我只需要10个月。这是鼎恒建工与5大国有银行刚刚签署的，总额度为50亿的绿色环保科技专项授信协议。天晴资本冻结的那点民间资金，我根本没放在眼里。最后，天晴建工的报价是28亿，鼎恒建工采用废旧资源循环利用，全自动化施工，我们的报价是18个亿。
莫总，我早就说过，时代变了，带着你的传统水泥厂进博物馆去吧。50个亿，短短一上午，我们天晴的市值蒸发了整整50个亿！废物！莫寒，你还有脸回来告状？莫寒，你走之前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说你能用资本捏死那个姓苏的女人，你说你能把30亿的标的稳稳拿下来，现在呢？董事长，这不能怪我啊，是那个苏青岩他不按套路出牌，还有那5大行的50亿授信，咱们的资金封锁根本没用啊！废物，全都是借口！你知不知道，现在省里已经把鼎恒建工树立成了新质生产力的标杆，政府甚至准备出台文件，不淘汰传统的高污染水泥厂资产，马上就要变成一堆废铁了。董事长，咱们还有机会，他那个什么3D 打印肯定有技术漏洞，你已经被解雇了，滚出天鳌，别让我再看见你。10个月后，云州市的初秋，天高云淡。曾经是一片荒芜的城郊，如今矗立着一座极具未来科幻感的庞大建筑群。阳光洒在那些呈现出完美流线型、没有任何屏风缝隙的环保外墙上。这座造价18亿的超级地标，就像是从科幻电影里直接搬到了现实中。看不懂了，这楼没缝啊！老哥，看啥呢？这楼漂亮吧？听说这楼是用什么盘古大脑和发枝打印出来的，连一粒河沙都没用，10个月就盖好了，连个螺丝钉的误差都没有。是啊，没有误差。以前我们总觉得工程嘛，差不多就行了，缝缝补补又是1年。可人家这楼不讲人情，只讲规矩，